西行路上，世间妖怪见了唐僧，不是贪图肉身求长生，就是强掳洞府结姻缘。唯独你在西行路上见了唐僧，只是拢了拢破旧的枯骨，对着他躬身一揖：“圣僧，拦路非为恶意，只是想问圣僧，这西尘真经可渡得了仙道道童私自下界残害的万千冤魂？可渡得了九天神佛居高临下漠视凡生的凉薄？可渡得了世间走投无路、受尽苦楚的穷苦百姓？若这经渡的是神佛而非众生，若这经正的是天规而非人心，若这经成的是仙佛正果而非世间公道，那这万里真经，圣僧是否还要求取？”穿越西游亮劫时期的一名白骨小妖，本想修仙长生再塑容颜，系统却让你去拦截唐僧4人应劫，并且阻拦的越久，获得的奖励越丰厚。看着系统面板里面路纠结，作为穿越者，你可太清楚这西行的规矩了。这一路上的妖怪可都是背靠后台混功德的，那些没背景没后台的都成为了棒下枯骨。丁，检测到应劫者还有3日到达白虎岭，请宿主做好准备。若100次没有阻拦成功，宿主将获穿越者之耻称号。系统的提示打破了你的思考，虽然诧异为什么这么快，但3天就3天，就算是时间真给拉长了，你也发展不了什么。毕竟现在的你一没修炼功法，2没天赋能力。不过该给取经团队的尊重还是要给的。这3天你将白虎岭探索了个大概，且西边隐约能感受到一股让人心神不安的气息，你十分清楚，那是白骨精的所在之处。一个小小的白骨精都这么有压迫感了，真不知道取经团队会强成什么样。虽然现在你只是一个普通的小骷髅，但是拦一秒他也算是拦，不是吗？就在这时，不远处传来了说话的声音：“徒儿，你看此地山势高峨，好一处的秀美景色。”嘿嘿，师傅小心些，越是这种深山密林，越有妖邪，不可大意。听着越来越近的交谈声，你紧张到了极点，看着取经团队就要走到脸上了，你嗖的一声从草丛里跳出来：“此树是我栽，此路是我开，要想从此过，留下买路财。”看着你故作凶狠的样子，取经团队足足愣了几秒，忽然爆发出猛烈的笑声：“猴哥，笑死我老猪了！这是哪儿来的小妖，竟然也敢拦咱们？”嘿嘿，这小妖好生有趣，一点修为也没有，胆子却不小啊。他既没有太大恶意，就放弃一条生路吧。闻言，你的脸色越来越黑。喂，打劫呢！你们严肃些！你这小妖毛都没长齐也敢出来打劫？去！念你起灵不义，又无甚恶意，速离去！眼看众人就要离去，你也顾不得实力上的悬殊，伸手就要拦住猴子的去路。就在这时，一道冷哼声从你的脑海中响起。再次醒来，你又回到了最初的地方。我这是死了。本次模拟结束，阻拦唐僧师徒30秒，奖励1年道行修为。猴子的一道冷哼就让你神魂俱灭。你有想过仙凡之间的差距很大，却没想到能大到这种程度。压下心中的震惊，你赶忙将系统奖励领取，1年道行直接灌输在身体里，没有感到任何的突兀。当即抬起右手，将法力灌注至掌心，接着朝前方一块大石用力挥出，石头应声而碎。只是拦住唐僧30秒的功夫，就获得了1年的道行。要是拦上1小时1整天呢？想想就让人有些期待。还有3天时间，这次要好好谋划一番，该怎么尽可能的拦住唐僧师祖。虽然上次模拟你有送的成分，但还是让你得到了一些有用的信息，比如唐僧还是那个善良慈悲的唐僧，哪怕是遇上你这样的妖怪，他甚至还主动让猴子放过你。至于那个猴子，绝对是知道一些西游内幕的，上来就先问后台来历，打架也是假装打不过，接着就去搬救兵。当然这都是猴子后期的状态，但可以肯定的是，孙悟空是不屑于欺负弱小的。你想了想，决定借取经团队对自己的无视做一个实验。3天的时间一晃而过，你来到上次的草堆旁，正大光明地站在路上。徒儿们，你看此地山势高峨，好一处秀美景色。还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感觉。唐僧师徒来了。嘿嘿，师傅要当心，这种地方。咦，那里怎么有只小骷髅？他有些奇怪，这小妖虽说有些道行，却弱到了极点，连自己身上毫毛幻化的假身都要比其强上万倍不止。更奇怪的是，这小骷髅身上既没有恶意，也没有业力，瞬间不禁产生了些许兴趣。悟空这小妖似乎没有害人之意，待会儿将其赶走便是，切不可伤其性命。嘿嘿，俺老孙晓得。眼见唐僧师徒离得越来越近，你连忙放声叫道：“前面的几位长老，暂且留步。”本来一行人就对你的行为有些好奇，听到你的叫喊，猴子上前2步：“你这小妖，拦住我等何事？速速到来！”几位长老，我是为你们好，千万不可再继续向前了。咦，这倒奇了，前面是刀山还是火海？你不让我们继续走？见到他们没有对你出手，你心底闪过几分喜色。若说刀山火海，也不及前面的1/1000呀。敢问施主，这是为何？几位长老不知，此地乃是白虎岭，山中住了一头大妖魔，乃是尸魔成道，专傲吃人饮血，不知害了多少人的性命。我拦住你们，也是不想眼睁睁地看着你们前去送死。你的这番话说的情真意切，若非你的骷髅模样，定要让唐僧激动不已。即便如此，唐僧还是有些心惊。若果真如此，可如何是好啊？
见到他这唉声叹气的模样，孙悟空挠了挠脑袋。师傅勿忧，管他是甚妖魔，也不过是俺老孙一棒子的事情，只管大胆的往前走。说罢又看向了你，你这小妖倒也是好心，只是眼力忒差了些。你孙爷爷大闹天宫的时候，什么场面没见过？区尸魔，何足挂齿？见猴子吹嘘自己，你有些好笑，却仍作忧虑的说道：若几位长老执意要走，前面见了活人，千万不要相信，那就是尸魔所变。多谢施主。唐僧在道完谢后，便骑着白马继续向前。你死死地盯着唐僧师徒离去的背影，直到消失在视线当中。悟空，那小妖倒是个好心的，只是他既然说这山中有尸魔，咱们是不是小心些？看着这和尚婆婆妈妈的样子，猴子带上了几分烦躁。师傅莫怕，俺老孙说了，你只管踏踏实实的往前走，天塌下来了有我顶着。猴哥说的是啊，您老人家只管放心。猪八戒附和了一句，倒是让唐僧稍微安心了些。与此同时的白骨洞内，早已将此处视作道场的白骨精，是人类的味道。本王好久没吃人了，竟还有不知死活的送上门来。走在队伍最前方的孙悟空忽然皱起眉头，一股血煞之气淡淡飘来。看来那小妖果然没有说谎，这山中的确有妖怪。不过康康地仙中期的境界，也敢学人家占山为王？唐僧看着孙悟空脸上的变化，忍不住问道：悟空可是发现了什么？师傅，您把心放到肚子里，不过是个小盲贼，不足挂齿。话虽如此，可我毕竟刚离开大唐境内，真正的妖怪也不过遇到了黑熊精和黄风怪，前者只是偷了袈裟，在悟空与其斗法时，我也并未亲眼目睹。后者虽然将我掳了去，可救我出来时，自己那大徒弟所说，是借了灵吉菩萨的定风珠，才解了此难。只是唐僧肉体凡胎，哪里知晓那黄风怪乃是太乙金仙境界的大妖，却根本就扛不住孙悟空一棒子的力道。之所以要去借那定风珠，无非是在黄风怪的身上嗅到故人的气息，略作试探罢了。心中怀着忐忑，唐僧现如今看什么都有些草木皆兵。不过一阵微风刮过，竟吓得他勒住了马，不敢继续前行。孙悟空看在眼中，对其感官不免又轻了几分。他本就慕强之人，可这和尚除了慈悲心肠外，确实软弱胆小，又无甚本事。要不是将他从五指山下解救出来，猴子根本就不愿保这种人去取石子鸟精。白骨精所化的阴风在山岭中疾驰而过，一眼便望见了山道中赶路的唐僧四人。好纯粹的灵魂，好浓郁的功德，好深厚的元阳。吃人无数的他还是头一回见到这三样东西竟然在一凡人身上同时存在。要是能将这和尚吃了，我的实力能提升到何种程度？地仙后期还是天仙呢？这时候就展现出他这种没背景没后台的眼界了。唐僧乃金蝉子转世，又得佛门庇护，还是实世好人，吃了这样的肉身容器，白骨精竟然也只敢想能突破1-2个小境界。殊不知就在他打量唐僧的同时，早就被孙悟空看了个清清楚楚。先看看这尸魔会玩些什么把戏。自从离开武装观后，一路上可是无聊的紧。在白虎岭的必经之路上，白骨精化作一妙龄女子，早早再次等待四人。看着唐僧几人的身影出现在视线中，她盈盈一笑：几位长老留步。唐僧立刻被吸引了注意，可他脸上非但没有任何见到活人的喜悦，反而立马警觉起来。方才白骨小妖的话历历在目。悟空、八戒，你们看此人可是妖怪？怪事儿，看着倒是不太像妖怪，只是……你个呆子，怎如此无用？那女子就是尸魔所化。见唐僧师徒停下脚步，白骨精装出喜色：几位长老，我是来摘妖怪。白骨精知道自己已经暴露了，他不明白这家伙是怎么看出来的，连忙将身上的皮囊褪下，化作一阵阴风。原著里猴子因为大意，再加上被唐僧指责滥杀无辜，竟没发现被打死的只是一具假身。如今有了小妖的提醒，他专心对付白骨精，那边微末伎俩又如何逃得了火眼金睛？还想走？给我死来！猴子的手掌顷刻间化作100万丈，遮天蔽日，竟直接笼罩了整座白虎岭。白骨精此刻是又悔又怕，他一乡下野妖，根本就没见过如此场面。下一秒，他竟直接化作飞灰，神魂俱灭。这就是齐天大圣的实力吗？看着那遮天大手展现出的威压，你心中又是一阵感慨。看来这一难算是被化解了，其中也有我的推波助澜，应该能算作阻拦时间吧。最主要的，我就是想要测试下，如果自己没有成功阻拦住唐僧，但又没有在阻拦途中死亡，接下来会如何？要是系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那岂不是能用这种方法卡个 bug？ 到时候他们走他们的，自己直接找个地方鼓起来修炼。反正在模拟过程中，死亡也不是真的死，这样来上几十次，岂不是直接起飞？叮，阻拦失败，唐僧师徒已离去。本次阻拦时间1小时40分钟，奖励300年道行飞行术。随即周围环境再次变化，又一次回到了原点，你心中有些失望。
看来钻系统 bug 的路子走不通，但系统失败的判定有哪些？模拟失败判定主要为宿主死亡或4人总离开坐标点范围。坐标点？难道指的是白虎岭？那有什么办法能增加坐标范围呢？请宿主自行探查。虽然这次实验只成功了一半，但可以看出，在师徒4人离开白虎岭之前，都算尽了阻拦事件。你在领取300年道痕后，实力直接从炼精化气突破到了化神中期。对了，还有飞行术。当即手掐法诀运转法力，身躯瞬间腾地而起，低头望去，山林已经成了一片葱绿景象。你一会儿往东，一会儿往西，好不快活。可就在此时，一道黑风以极快的速度朝你袭来，那黑风在你面前化作一位长相妖异绝美的女子。哪儿来的小妖，敢来我白虎岭放肆？坏了，敢在白虎岭这么说话的，除了白骨精还能有谁？原来是白骨夫人当面。小妖阿祖见过夫人。你这一声白骨夫人可喊到了她的心坎上。还好她爱听，现在打是肯定打不过，只能先拍马屁保命。罢了，本夫人今日心情好，就不与你计较了。多谢夫人，您真是人美心善，小妖心中不胜感激。你倒是会说话，不错，本夫人看你顺眼，说话也好听。可愿与我效力？明明是问我，怎么听着像不答应就死？本想糊弄2句赶紧溜，没想到还是被他看上了。记得夫人垂怜，能看上小妖是阿祖的福分，承蒙夫人不弃，阿祖愿效犬马之劳。好，好，好。这番话让白骨精身心俱悦。随本夫人来吧。这儿就是本夫人的洞府。以后你便与我一同住在此地吧。这白虎岭上除了我之外，再无其他精怪。你又是从何处而来？我能说我也想知道自己怎么穿过来的吗？不如借这个机会引导他对唐僧的垂涎。夫人有所不知，小妖本是千里之外黄风大王的手下，可怜我家大王被那东土来的和尚给打死了，小妖无处可去，才逃慢到夫人地界。一个和尚而已，怎会如此勇猛？那可不是一般的和尚，此乃佛陀座下金蝉转世，十世修行的好人，若是能吃他一口肉，便能长生不老，修为大进呢。你所言可是真的？小妖不敢有一句谎言。好，本夫人这手下真是收对了。没实力没背景也就罢了，怎么还没脑子？陌生小妖说啥就信，难怪原著里会被孙悟空打死。但一会儿还要借白骨精的事，该注意的还是得提醒一下。不过那和尚虽为凡人，他的几个徒弟可不是好对付的。那个毛脸雷公嘴的大徒弟，曾说自己是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长个猪脸的二弟子，说曾是天蓬大元帅。没听过，很厉害吗？夫人切莫大意。单打独斗，您妖力滔天，自然不惧。可若唐僧的3个徒弟齐上，就算是您也难免要避其锋芒。是有几分道理。既然强攻不可取，那你说该如何吃上唐僧肉？得用计。用计？你有何计？不知夫人可通变幻之术？原著中白骨精的行为太假了。一个大美女出现在荒山上，还自称要来斋僧，这操作就连唐僧都差点没瞒过去。所以在行事过程上，还需做下改变才行。我当是什么呢？原来是想要我装作普通人去骗那唐僧吗？你只管放心，本夫人变幻之术虽然只是略懂，但却有别的法子。本夫人这解尸之术如何？果然这白骨精能在原著中3系唐僧，甚至当着猴子的面假死脱身，是有些本事在的。妙妙啊！夫人这瞒天过海的神通果然厉害。那是自然。你的意思，本夫人明白了，是要我以美色诱惑唐僧师徒，待他们神魂颠倒，甚至为我争风吃醋时，对他们下手，届时便能将其一网打尽。蠢货！夫人不可，唐僧乃大德高僧，仅凭美色绝诱不动他。更何况孙悟空当年定住7仙女，第一反应竟是去吃桃子，这样的猴子又怎会被美色迷惑？
沙僧也同样如此。原著中面对洗澡的7个蜘蛛精，当知道他们的衣服被猴子给偷了，猪八戒想的是能大饱眼福，但沙僧却是：大师兄，你为何不打死他们呢？就这样的一个钢铁直男，你说要色诱？别开玩笑了。夫人，我们可以先这样。你将心底早就打好的副稿讲给白骨精听，白骨精听后也彻底被你惊到了。好一个环环相扣，如此阴狠手辣，果然是好计谋。虽要舍弃几具肉身，但只要能吃到唐僧肉，一切都值得。能不能吃到唐僧肉我不知道，但定能将他们离开的时间延长一些。别说这计划顶多能赶走孙悟空，剩下的猪八戒、沙和尚，哪个单拎出来不是可以随便拿捏白骨精的？就算唐僧真的蠢到家了，把全部徒弟都赶走了，那暗中还有5方揭谛、4只公曹守护着呢。西天大计划，天庭和灵山不知筹划了多久，怎么能让他这么个平平无奇的地仙吃到唐僧肉？你说的唐僧还有多久能到我这白虎岭？按他们脚力推断，最多3日必能上岭。太好了！3日后，本夫人便能吃了唐僧，长生不老，修为大进，届时必不忘你的功劳。那小妖先谢过夫人，不过想让计划天衣无缝，在唐僧到来之前，我们是否先排练一番？好，都听你的。3天时间里，你把白骨精搓磨得够呛，可能是为了长生不老。他硬生生对你是言听计从，当然效果也是十分显著。悟空，此地山势巍峨，真是个好去处。刚进入白虎岭中，孙悟空就感受到了一股淡淡的妖气。师傅小心些，越是这种深山密林，越有妖邪。这个徒弟本事是大，可却桀骜难驯，凡是我所说的，他必要驳斥2句，实在可恨。猴哥，师傅他老人家说的对啊，这里景色宜人，你管他什么妖魔鬼怪，有咱们保护还怕什么？这才对嘛，还是八戒说话中听。几个徒弟虽然能力各有高低，但要说降妖除魔，难道你孙悟空能办的事情，八戒、沙僧就办不了了吗？罢了，如今上了日头，我又渴又饿。悟空，你去画些斋饭来与我吃吧。师傅，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哪里去寻什么斋饭？不如等出了这地界，弟子再去寻觅。你这猴头，想你在2界山时，足不能行，身不能动，亏我救了你出来，魔顶受剑，怎么就这么懒惰？俺老孙自从跟了师傅，何曾有过一日懒断？既然殷勤，为何不肯化斋来与我吃？唐僧并非要吃这碗斋饭，实则变着法的想要搓磨悟空一番。今日必须要搓磨着悟空一番。猴子本就天生聪慧，早已从话语中悟出了什么。师傅莫恼，你且在此稳坐，我寻个人家住化斋去。说罢，却忽然看向空中云层。师傅莫恼，你且在此稳坐，俺去就来。夫人，时机已到，该您出场了。放心吧。八戒，你去看看那是什么？若是寻常野兽，只管赶走便罢。师傅放心，俺知道您老人家心善。八戒，怎么回事？为师听到有女子的声音。师傅，是个姑娘，好像被俺老猪给吓到了。你这憨货，那模样平日里连为师见了也胆战心惊，何况这么一位姑娘，还不去寻些水来？如此轻易就到了唐僧身边，阿祖果然是好手段。我这是怎么了？姑娘莫怕，我们不是恶人。方才你被我那2徒弟吓到了。
姑娘莫怕，他们虽然相貌丑陋，却是贫僧的徒弟。不知你是何方人士，怎会在这崇山峻岭之中？奴家进山是为父寻药。女施主，你要寻什么药？不如告诉老朱，我也帮你找上一找。不必了。八戒，收起你那丑陋嘴脸。女施主莫怕，不知你那父亲害了什么病，要你一女子进山寻药？父亲劳累成疾，家中只有我一女儿。我听说山中有灵药能治百病，因不忍父亲受罪，这才瞒着家人跑进山里。不期想遇到了长老。好一个至孝之女，实在令人钦佩。刚才被这位长老吓到，都是奴家的不是，还望恕罪。不妨事，不妨事。俺老朱生的丑陋，却也有自知之明。耽搁长老们时间，奴家这便告辞了。女施主怎么了？奴家好像方才扭到脚了，如今连走也走不了了。师傅，这事儿也怪我，不然我将女施主背上，送她回去吧。长老好意，奴家心领了。只是你那模样，奴家实在害怕。这怎么行？荒山野岭的留你一个弱女子。师傅，不如让你这白马驮她一驮，将她送回家中，也算一件善事。荒山野岭，留你一个弱女子在此，确实不妥。女施主，不如由我们送你回家吧。果然如阿祖所说，不争才是争。对付唐僧最好的办法，就是利用他心底的仁善意。这会不会太麻烦几位长老了？不麻烦，不麻烦。女施主不必担忧，我们俱是良善之辈，本来也要往西方去，送你回家不过举手之劳。那就多谢长老了。几位长老还不走吗？我那大徒弟去化斋了，还需等一等。原来如此，但据说这山中有妖魔，咱们可得赶在天黑前下山才好。师傅，这方圆几十里都没什么人家，俺老孙只摘了些野果。出家人能有野果充饥，也是极好。这位施主，妖怪，找打！你这泼猴，怎么一回来就行凶？长老，奴家是犯了什么罪？你这徒弟一来就要打杀了我。姑娘莫怕，莫怕，有俺老朱在。怎么俺老孙化个斋的功夫，家就被偷了？师傅，他是妖怪变的，是要害你啊！早早让俺老孙打杀了才好。一派胡言！这女施主不过是进山采药救父，被八戒吓到崴了脚，哪里就成了你口中的妖精？就是，猴哥，你定是看走了眼。你们，你这该杀的妖怪，竟敢来蒙骗我等，找打！不好，若再迟半些，必死在这猴子棒下。师傅，八戒，你们看，这不是妖怪是什么？不可能，怎么会一点妖气都没有？你，师傅，俺老孙的火眼金睛从未出过差错，这定是那妖魔用了什么法子逃走，留下肉身蒙蔽你们。我们只看见你打死了好人。你这呆子！够了！你口口声声要挟，难道我自己没长眼睛，分不出是非善恶？只你一个是好人。师傅别念，师傅别念啊！这紧箍咒果然阴毒，堂堂大罗境界，被戴上金箍，竟也没半点法子。唐僧一介凡人，竟能如此拿捏一位强者，实在不可思议。
看来也不是完全没机会。罢了，你走吧。师傅要我往哪儿去？从哪里来，回哪里去。你这般野性难驯，如何到得了辽灵山，取得真经？师傅，当年你将俺老孙从五行山下救出来，俺老孙答应过要护你西天取经，定不会食言。求师傅再给俺一次机会。也罢，暂且饶过你。唐僧也就是欺负这老实猴子，读过书，上过学，但凡换成哪吒那种纯魔丸，不管多疼，都得一枪戳死你。夫人，该用老夫人的身份出场了。富贵险中求，拼了！灵儿，你在哪里呀？快回家吧，别让你父亲着急。徒儿们，你们听，是不是有人在说话？糟了，师傅，是个老妈妈在寻女儿，说不定就是猴哥打死的那个。刚才大意让你跑了，竟然还敢送上门来，这次定要你现出原形。师傅别急，俺老孙已经放过那妖怪一次，他却不识好歹，还敢来招惹。你且看看，这究竟是个什么妖精？悟空，出家人慈悲为怀，扫地孔张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你还要行凶？刚才来不及阻拦，已经被你打死一人，现在还要再打死一个吗？现在没有证据，说什么这和尚都不会信。一会儿无论如何都要将那妖怪打杀了，好出一口恶气。谢天谢地，这荒山野岭居然还能见到几位长老！妖怪！老人莫怕，这几位都是我的徒弟，不是妖魔。长老的徒弟相貌实在太奇特，老婆子我没什么见识，误认成了妖怪，还望恕罪。老人家，这荒山野岭上，你怎么就一个人来了？为什么来？还不是为了吃你吗？先让这妖怪放松警惕些，再一棒打死。还不是为了寻我那不听话的女儿？我说不让她进山，她偏偏偷偷溜了出来。到了现在也不见回去，我心中着急，这才上山来寻。老人家，你那女儿是何模样？青布衣裙，挎着竹篮，生得眉清目秀，年纪不大。长老，这是怎么了？可是见过我那女儿。贫僧，长老，莫非我那苦命的女儿遇难了？猴哥，这下师傅更信不得你了。老婆婆，你那女儿的确遇难了，她是……妖怪，还敢来骗？找打！俺老孙今日非打得你魂飞魄散不可！师傅，那真是妖怪，他又跑了。悟空，你一再行凶，贫僧岂能再纵你？八戒、悟净，我们走。你还跟着我们干什么？你乃齐天大圣，我这里庙小，怎能容得你这尊大佛？
师傅，大师兄知道错了，你就饶他这次吧。师傅，二师兄说的对啊。若你再添杀戮，便是如来佛祖来了，我也定要将你逐出师门。师傅放心，不会再犯了。唐僧善恶不分就算了，那小妖运气也太好了。若那妖怪还敢来，这次就算拼着疼死，也要将他打杀了。夫人，就差最后一步了。不行，不行，这次真不行。罢了，本来来唐僧肉就在眼前，只差最后的契机就能赶走孙悟空。既然夫人不敢，就算了。虽然没了吃唐僧肉的机会，但夫人选择也算明哲保身。不行，本夫人不甘心，只差最后一步，不能就这样放弃。果然，要改变剧情没那么容易。明明已经将白骨精接近的过程设计得尽可能合理，却还是没能让唐僧赶走孙悟空。还敢来？好，好，好！既然你自己送上门来，这次定要送你见阎王！不好了，师傅，这是那姑娘和老马娘的家，咱们杀了人，还是赶紧走吧。孽徒！一会儿俺老孙悄悄施展个化身，灭了那妖怪。阿玲，老婆子，是你们回来了吗？哎，我们是路过的僧人，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原来是几位长老路过，老丈身体不适，恕不能出门相迎。只是我那女儿和妻子。不好，这猴子洞真格的。在，往哪里走？白虎天高金箍金箍刀神金箍天高。给我死！发了疯的孙悟空，真他娘的恐怖！不好！本次模拟结束，奖励1200年道行圣灵剑法。还好有这个模拟系统，不然那种绝望的压迫感，我可不想再尝试了。本次模拟中达成成就：3打白骨精，坐标点拦截区域以白虎岭为中心或100里，时间锚点回溯中。回溯成功，距离主角团到达还有1年，请宿主做好准备。还能这样玩？不仅坐标点外扩了100里，连时间都从3天增加到了1年，这下能做的事情太多了。还是先把奖励领取了吧。这就是炼虚合道的力量吗？虽然和猴子相比还是只蝼蚁，但应该是有和白骨灵掰掰手腕的实力了。啊，对了，还有本剑法。进可攻，退可守，好一个以4圣兽推演而出的剑法！如今我攻有圣灵剑法，退有飞行术，就算面对天仙也有一线生机。何人敢来我白虎岭撒野？炼虚合道初期，区区凡妖也敢闯我白虎岭？你又是何人？
说这里是你的就是你的。好大的胆子，屡屡挑衅于我，真当我是你捏的不成？虽然白骨精实力高于我，却正适合磨练圣灵剑法，就算打不过，跑也跑得掉。圣灵剑法，咦，倒是有几分本事。不好！青龙出海！果然，白骨精虽实力高于我，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强。怎么可能？这一招便是地仙初期硬抗也要受伤，他明明只是炼虚合道的小妖。再来！他竟拿我做磨刀石！这到底是哪里来的妖孽？你可服了？服了。交出一缕本命神魂，可饶你一命。此刻正值之用人之际，白骨精好歹是方圆百里的大妖，若能收入麾下，也算一番助力。妾愿意臣服，还望饶我一命。奴家白灵，拜见主人。咦，你真叫白灵？记得生前便是这个名字，主人何出此言？没什么。这么说，你这具皮囊也是生前样貌？主人若说是想要奴家，请随时享用。你这妖精，罢了，带我去你洞府。之前就觉得这洞府太埋汰，如今连你都是我的了，这里自然也要改一改。这还是我的洞府吗？我现在要出去，至于你，便在家中等候吧。让我待在这么漂亮的洞府里，一辈子不出去都行。主人放心，我会守好家的。也该看看这次扩展后的坐标范围究竟有多大。这种迷惑法术，修为高深之辈一眼便能看穿。好在等突破地仙渡劫，便可真正凝聚人身。这是真正的大妖，比白骨蟒强了不知多少倍，起码也是金仙，甚至更强。原来是他，奎木狼。此地是前期极难缠的妖王所在，暂时不可招惹。别等大恐怖！西游路上，除了万寿山武装观、镇元大山的道场，还能是什么地方？果然与我所料不差，坐标点范围扩大100里，正好卡在3大白骨精前一难与后一难之间。系统果然会卡距离，但凡再多半米，就与另一难接壤了。现在最要紧的是看看唐僧行到了何处，也好早做准备。这800里流沙河下也藏着个高手，不用说，必然是沙和尚。看来唐僧一行人还在前面。可惜了，若坐标锚地包括这里，高低也得下去刷个存在。
现在也只能回去等着了。接下来要用什么法子拦住唐僧师徒？有孙悟空这个战斗力 bug 在，除非我现在修为到了太乙金仙，否则硬来想都不用想，只能智取。有了。老丈，这城中人常去的寺庙有哪些？皇城中的寺庙倒有7、8处，名声大些的无非是皇恩寺和护国寺。要引唐僧入局，先得把佛门的皮劈得像真的。我想为贵寺捐5000两香火钱。贵客驾临，贫僧有失远迎。除了香火钱，我还想借阅寺中经文。快，请贵客入藏经阁，好生招待。是。那叶子幻化的银子，估计也要现出原形了。你听说了吗？昨日李老爷可是又看上了一个。金银还是命，你自己选，好自为之。大王，您回来了。我欲要在前面建一处寺庙佛塔，还需你相助。大王放着逍遥自在的日子不过，怎么想要建寺庙？莫非要出家不成？这事儿我自有分寸，你无需多言，只用帮我。毕竟修建寺庙可是大工程，有白骨精地仙的修为，搬山移木不在话下。你再随我来。真是高僧，真是得道高僧。白虎岭原本传闻有凶魔吃人，可这么多天以来，却从未听说有人被妖魔所伤。唐僧师徒就快到了。这里没什么事，你先回洞府。过上几日，我有一桩事需要你来做。是，大王。师傅啊，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老猪肚子都快饿扁了。师傅，前面有炊烟。阿弥陀佛，想来是有人家。悟空，咱们今日或可借宿一晚。好，好，好，有人家就有饭吃。师傅，快走，快走！长老从何处来？天色不早，可是要借宿？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往西天拜佛求经，路过贵地，想借宿一夜。大唐高僧。妖怪，妖怪啊！哎，你们跑什么？老猪长得是吓人了些，可也不吃人呢。诸位施主莫怕，他们都是贫僧的徒弟，虽相貌丑陋，却护送贫僧西行，并非害人要挟。原来是取经的圣僧，失敬失敬，快请进屋歇息。阿弥陀佛。只是前些时日，前面白虎岭上新建了一座白虎寺，
寺中主持佛法精深，常来村中讲经说法。是啊，那主持慈悲得很，穷苦人家请他做法事，他分文不取。自从有了白虎寺，我们这一带风气都好了许多。往日白虎岭常有妖邪传闻，夜里无人敢走，如今香客往来，却再没听说害人的事。如此说来，那白虎寺住持倒是一位有德高僧，不知此寺在何方？就在前面10余里外。长老若明日启程，顺着山路走，不消半日便能到。阿弥陀佛。我来时的路上曾经发过宏愿，建庙烧香，玉塔扫塔。徒儿们，明日随为师去那白虎寺中拜见住持。这岂不是意味着斋饭管够？来了。徒儿们快看，那便是白虎寺了。怪哉，这山中分明有妖气，可香客往来不断，却无一人受害，难不成是俺老孙看错了？妖怪，有妖怪！怎么到哪儿都这样？诸位施主，我们不是。师傅，咱们还进去吗？去。你们想干什么？我们可不怕你。喂，贫僧自东土大唐而来，前往西天拜佛求经，只因发了的宏庙，无论如何都要来上炷香。这几位是贫僧徒弟，模样虽难看些，却都不是恶人。长老倒像好人，只是你这徒弟也太害人了。小和尚好没眼力！我师傅长得好看些是不假，可俺老孙也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俺老朱乃天蓬元帅，我乃卷帘大将。不过是一个猴精、猪精和一个青脸精，竟也如此大言不惭。是，还请几位长老稍待，我去禀明住持。方丈，唐僧师徒到了。还有这等事？随我去看看。人越多越好，混在人群里，就算被识破，他们也不好当场出手。阿弥陀佛。师父莫惧，那和尚不是好人，是妖怪。一派胡言！若住持是妖，为何能得百姓爱戴？为何未曾听说害人？仅仅炼虚合道境界，就算有什么阴谋，俺老孙也能随手扼杀喽。先静观其变再说。听说来了位大唐高僧，未曾远迎，还望恕罪。住持言重了，贫僧不过行脚僧，玉庙烧香多有叨扰，无妨。长老请。住持不可啊！他那几个徒弟都是妖怪，说不定这个和尚也是妖怪，怎能放入寺内？这位施主，皮相皆为虚妄，只要内心向善，纵使妖怪，也与常人无异。可若人不修善果，只爱杀人放火，就算披着人的皮囊，又和妖怪有何区别？住持说的是，我们受教了。真乃金玉良言。这小妖虽修为不显，一番话却真具佛理。看来俺老孙着相了。住持这里真乃宝刹，长老过誉了。几位长老远道而来，人马劳顿，贫僧已安排吃食，请各位长老赏光。住持不必麻烦，我们好啊，俺老朱肚皮早就饿了。八戒，师傅啊，人是铁，饭是钢，一顿不吃饿得慌。住持家大业大，咱吃一顿又吃不垮他。大师所言极是，空亦不空，相由心生，不知大师以为然。住持慈悲，常施粥饭。白虎寺有他在，才像个佛门清净地。阿祖比达松紧接。长老不愧是大唐高僧，贫僧自愧不如。
主持过誉，不过探讨佛经，哪里有什么高下之分？这几日我等只顾辩经，却忘了教导业弟子。长老佛法精妙，不知可否开上一场佛会，也好让我白虎寺弟子知道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既是弘法利生，贫僧自当尽力。成了，鱼儿上钩了。你速去宝象国附近州县，将佛会好好宣扬一番。白虎寺佛会，大唐高僧讲经，凡来听经者免费斋饭1日。今日仓促，弟子尚未准备，在这佛会需沐浴更衣，方显虔诚，不如明日再开。师傅，好多人啊，怕是来了一线之人。此地真是良善之所，听闻佛会竟来这么多人。诸恶莫作，众善奉行，自尽其意，是诸佛教。白狐八路佛经，却夜一如雪灭。这骷髅妖倒真有几分佛心。二师兄，师傅讲经3日，你听了多少？俺听懂了。佛说众生平等，所以馒头、白粥、素面都不能偏心。呆子，你是把佛经听进肚子里了。贫僧心系取经，佛会到此为止。长老讲经3日，也该让我好好招待一番，否则岂显得白虎寺不知礼戒。长老既发玉塔扫塔之宏愿，此塔9层，正可礼佛。足足9天多，不知道能得到什么奖励。不过接下来可还有一难，白骨精吃了唐僧肉能长生不老，修为大进。法子我也告诉你了，全由你自己定夺了。看来还是走上了原著的老路。丁，模拟结束，本次拦截时间9天11小时48秒。奖励19000年道行，神通小五行术，灵宝鹿木珠。达成成就，扁鹊心猿。坐标点拦截区域扩大200里，时间锚点回溯中。回溯成功，距离主角团到达还有10年，请宿主做好准备。10年，虽然谈不上沧海桑田，却也足够改变很多事情了。这金手指究竟是什么？竟然有如此伟力！若是再多来几次成就奖励，会不会直接回溯到几百年前？若能在他大闹天宫前结交一番，这西行的水便能彻底搅浑。不过想回溯500多年前，还不知道要完成多少次成就。相比拦截，成就可难得多了，规律也大概摸清了。在拦截唐僧石斛的同时，保留原著剧情发生，只要不偏离太大的方向，就算是魔改剧情，系统也能判定达成成就。可白骨精前后几难，武装观、四圣式禅心，都不是轻易能插手的。尤其宝象国的奎木狼，能和孙悟空打得有来有回，也绝不是吃素的。事在人为，反正有模拟系统在手，失败了大不了重来。让我先看看奖励再说。这就是神通吗？都说一门神通胜过1000门术法，3界之中，许多太乙境界的人都未必能掌握一门神通。小五行术尚且如此，那所谓大五行术，恐怕便是大罗准圣才有资格参悟的5条大道。催动法力，专伤眼珠，即便境界高过我的修士，稍有不慎也会着了道。
出其不备正合适。系统，接受19000年道行。究竟是何人渡劫？此地灵气如此紊乱，竟无法感知其修为。赶紧离开雷劫范围，等渡劫结束再来收拾他。只要渡劫成功，便能以雷霆手段镇压他。再来。我靠，这么大！贼子受死！竟敢以雷劫来害我！怎么可能？你不是才刚突破地仙境界吗？天仙境界？怎么可能？你不是才刚刚渡了天劫？臣服，或者死。臣服，我愿意臣服。倒是识时务。从今以后，你称我大王。放心，跟了我，好处少不了你的。是，大王。好漂亮，大王，让奴家伺候你吧。可以，模拟了这么多次，也该享受享受了。大王真坏，都10天了，一点儿也不懂得怜惜人家。下次温柔些便是了。我要闭关一段时间，没什么事情，不要来打扰我。是，大王。没想到未完全炼化，便能抵御6成雷劫，怪不得上古修士皆以神通法宝定生死。如今有了天仙修为，正好好好炼化一番。大王，出关了。我要出去一趟，你在家看着洞府。大王放心，奴家哪儿也不去。佛门、天庭，还有说不清道不明的，竟然有这么多神念。监视够严的。猴子还早，我如今这实力还趟不得这浑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佛门功德，气运加持，人皇默许，诸天神佛暗中护持。现在的唐僧，就是行走的核武器。
唐僧啊唐僧，我们来日方长。以当前的资本，放在西游这盘棋上，不过是一枚稍大的卒子。要想在这局中把这卒子变成过河帅，就得把棋盘看得更清楚才行。这仿道比天庭还夸张。大王去哪里了？奴家想死你了。东府没事吧？没事没事，都好着呢。大王一整年也不着家，如今回来了，不如由奴家服侍您休息吧。行，休息休息。大王这次又要去哪儿呀？去做官。大王，您是认真的？宝象国那小地方文教不兴，我去混个状元，再当个宰相。5年时间，足够把整个宝象国变成我的后花园。你老实待在洞里，把白虎岭守好。等唐僧路过宝象国的时候，我自有安排。奴家明白，大王放心。小哥是哪里人啊？在下彦祖，大唐江州人士，家乡遭了水荒，流落至此，欲借宝象国的博学宏词科求个出身。这么年轻，也敢考博学宏词科？春秋、周礼、毛诗三经，哪一个不是读到头发发白才敢下场？年轻人，胆子不小。学生此来，只求一心无愧。燕公子，不，状元公，陛下有旨，宣您即刻进宫。燕琼平身，朕愿你策论3遍，越读越爱，恨不得今夜就让你入阁拜相。陛下隆恩，臣愧不敢当，臣不过一介寒儒，愿为陛下分忧罢了。好，朕便许你为朕分忧。朕意已决，自今日起，彦祖家翰林学士知制告，参与朝政，日后凡有疑难，可随时面圣。陛下，老臣以为燕学士虽有才学，但资历尚浅，恐难服众。钱老大人所言极是，臣初入朝堂，资历最浅，怎敢越老大人之位？臣愿先任全知户部事，若1年之内不能让国库增收3成，臣甘愿贬为县令，以谢隆恩。好，燕琼果然有担当，朕准了。
关门，查账。户部员王刘景，虚报河工银3200两。主事赵平，侵吞军粮800师。户部尚书周恒，10年间贪没税银470万两。贪没1000两以上者斩，500两以上者流放，100两以上者贬为庶民。经过肃清后，户部空了一半的位置，我将空出位置全换成曾经不得志的清流。愿为燕相受死。均田令、盐铁专卖、茶马互市、西域商路，今日起同时推行。田赋降到1成半，商税涨5倍。臣等附议。晏瑜乃我保相国第一能臣，封阿祖为左丞相兼太子太傅。3年了，终于拿到饷银了。军心、钱粮、吏治，如今都在我手中。陛下知遇之恩，臣万死难报啊！请燕公摄政。臣一介外臣，岂敢涉国？国不可一日无主，请燕公摄政。传摄政王令。自今日起，保相国改行新例，废除旧制，吏部、户部、刑部、兵部、工部、礼部6部尚书听摄政王一人节制。凡有不遵王令者，斩。既然用修士为难唐僧，有些力不从心。那若以世俗规矩来阻拦的话，你又该如何破局呢？唐僧师徒快到了，在他们来之前，得先去见波月洞那位。这些日子，朝政就交给你了。本尊放心，我绝不辱命。什么人敢擅闯我大王洞府？劳烦通报一声，就说故人彦祖特来拜会你们大王。故人，哪个不长眼的天仙小妖敢自称我的故人？黄炮大王何必动怒？28宿中，西方白虎7宿第2宿，奎木狼星君下凡，不过为还一段宿债。你在宝相国做了14年乘龙快婿，百花上公主，如今还在你后洞里吧？天庭那边，玉帝已震怒，
只待取经人西行路过，便要你现出原形，回位受罚。你怎么知道？兄台既知我来历，何不早说？来，洞中请。哈哈哈哈！小的们，拿酒来，为我这兄弟设宴。兄台怎知我那件事？我虽只是天仙，却也有些朋友在天庭，耳目灵通。星君若信我，此番取经人路过丸子山，我可保你不被收走，还能继续与公主快活。当然，我说的可不是这一次模拟。兄长若真能做到，我愿与兄长结为异姓兄弟，生死相托。兄弟不敢当，星君若不弃，叫我一声阿祖便可。我此来只为与星君做个朋友，日后你不坏我事，我也不会坏你好事。阿祖，你我相识2年，我如今才敢说一句肺腑之言。若有一天我真被天庭抓回去，你若能救我，我奎木狼把这条命都卖给你。若你需要帮忙，刀山火海只管开口，我绝不皱一下眉头。这次算我骗你，不过放心，再要不了多久，我说到做到，让你永远留在下界。星君言重了，朋友之间何须卖命？只盼你我把酒言欢便够了。唐僧师徒还有10日借可到达白虎岭，请宿主做好准备。大王，好了，你这妖精，这次找你是有正事。咱们好好休息，难道就不是正事吗？唐僧师徒要来了，得养精蓄锐。请大王吩咐，灵儿万死不辞。倒也不需要万死，死3次就行了。不逗你了，看完这里面的内容，你就全清楚了。大王，我明白了，这件事对大王如此重要，我拼了命也会去做。孙悟空是500年前大闹天宫的齐天大圣，本事非凡，一旦发狠，你可能死无葬身之地。关键是用他晃那猴子的眼睛，能保你一线生机。大王放心，我定不让您失望。每次模拟只有我自己带着记忆重来，而你们却再次成了陌生人。这是不是也算是一种惩罚？好你个妖精，那里逃！你个泼猴，3番5次打死好人，为师屡教不改，你心如蛇蝎，我岂能容你？师父，饶过猴哥一次吧。大王，探子来报，孙悟空被唐僧赶走了。取经人如今只剩唐僧、猪八戒、沙和尚3人，正往丸子山方向来。当初他们28仙宿合力，都不是那猴子的对手。若孙悟空还在，本王还真要忌惮3分。可现在
猴子被唐僧赶走了。哼哼，区一个猪八戒，当初在天庭时，本王就不放在眼里。至于沙僧，一个卷门店的侍卫，也敢自称大将，也不怕别人嗤笑。八戒，为师腹中饥渴的厉害，你去前方化些斋饭来吧。这苦差事又落在俺老猪头上了。师傅晚吃一会儿又不会饿死，俺老猪先睡一觉再说。悟净，你去寻八戒回来，顺便看看可有水源。师傅稍后，弟子这就去。悟空已走，八戒又迟迟不归，悟海也去寻人。此处荒山野岭，若真有妖邪，该如何是好？此地荒山野岭，竟有佛塔，定是佛祖显灵，保佑我西行之路。秃驴，我等你好久了。二师兄，师傅等的心焦，你怎在此睡大觉？俺这是养精蓄锐。不好，师傅肯定是被妖怪抓走了。这地方俺老猪瞧着不对劲儿，师傅定在塔中，快救人！来得正好，就等你们师徒团聚了。没了孙悟空，其余两个不过尔尔。把这秃驴关进后洞，好生看守。那两个蠢货扔进地牢，先饿他们3天。阿祖，事儿成了。这也在坐标点范围，拖得越久，后面的奖励就越多。奎木狼擒人容易，可要长久拖延，还是得借助宝象国之力，用凡人的条条框框束缚住唐僧，让他在宝象国内寸步难行。奎木狼兄，盯住猪八戒和沙僧，至于唐僧被放走也不妨事。阿弥陀佛，贫僧这是又被妖怪擒了。从长安出发至今，虽遇妖无数，可每次都有悟空在侧。那猴儿虽顽劣，却神通广大。如今，希望八戒和悟净能早些来救为师。你说那头肥猪和另一个和尚挣扎焖煮，怎么吃好吃啊？悟空，为师错了。圣僧，你醒了，快吃些东西吧。女姑娘，贫僧谢过，只是敢问此处何地？为何你也会在妖怪洞府中？此处是丸子山波月洞，我乃宝象国公主百花烧。13年前，黄豹怪将我从宝象国掳来，强占为妻。我本以为今生今世再无离开之日，可前几日有神仙托梦，说有位唐朝圣僧会到此，只需送您离开，便能救我脱困。女菩萨放心，贫僧虽为凡人，却愿尽力。若能脱困，必回宝象国求国王发兵，救女菩萨脱离苦海。
圣僧快走，后洞有暗道直通山后，出洞后往东30里便是官道，可直奔国土。这是贫僧的2个徒弟。来不及了，我救你已是冒死，若被黄豹祥发现，谁也走不了。站住！入城者须验路引，你是何人？从何处而来？贫僧东土大唐而来，西行取经，路遇妖怪，文牒一事。胡说八道！取经僧人岂会无文牒？你定是逃犯或者细作。将军，贫僧所言句句属实，只需面见国王。来人，拿下！东土取经僧，哼，怕是从那儿逃难来的，躲避赋税的懒汉。大人明鉴，贫僧真是奉唐王省日西行取经。不入并私入境，罚去修城墙，服苦役。快点，别装死！这要是一直被拦在这儿做苦力，那经还取不取了？空地上有一位真圣僧，切不可慢待。若敢怠慢，定叫你死后九幽地狱，永世不得超生！来人，快去供体！圣僧受苦了，是下官有眼无珠，快送圣僧去驿馆歇息。贫僧2位徒弟上困妖洞，一刻也耽搁不得。敢问王都该往何处去？站住！近来城中多有逃奴，你这模样定是逃出来的。跟我们走，去官府对质。贫僧乃东土取经僧，非逃奴也。少废话，逃奴都说自己有来头。走。悟空，你若还在身旁，为师何至于受此折辱？没了那猴子，这取经怎么如此搓磨？没办法，只得故技重施。牢中所求乃取经圣僧，若再慢待，罪业加深。没有悟空，这取经路真的走得下去吗？很好，这段时日就让他在宝象国多尝尝人间疾苦吧。那黄袍怪多日不曾露面，想来师傅该是脱身了。只是苦了你我2人，怕是要困死在这地牢里了。二师兄莫急，师傅定会设法搬来救兵。算了吧，他连咱们在哪儿都说不清。早知如此，当初那猴子被赶的时候，咱们就该更卖力些求情。贫僧玄奘，奉大唐皇帝圣旨，西行天竺取经，路过贵国丸子山，遭妖怪黄化乖掳掠，幸得贵国公主百花谢幸助，方得脱身。公主恳请贫僧回国禀明陛下，启发兵马剿灭妖怪，救公主归国。先王在世时确有3位公主，大公主嫁于北境，2公主与3公主均已早逝。再者，先王已崩数年，国事皆由摄政王执掌，圣僧孤身入境又无文牒为证，却言妖怪公主之事，恐怕别有用心。诸位大人误会，贫僧句句属实，公主还在妖洞中受苦。够了，圣僧，本王信你并非妖党，但你身无文牒，又言此等荒诞之事，恐是途中受惊，精神错乱。内侍子听令，将圣僧圣旨好生看管，切不可怠慢。再派人前往大唐核陈身份，
若确实东土高僧自当以国礼相送，若有妄言，按扰乱朝纲论处。摄政王，贫僧句句属实，公主还在妖宫中受苦，贫僧2个徒弟也……摄政王圣明，此僧定是疯了。前朝公主，前朝公主关本朝何干？这劫怎生是好？没了那泼猴，唐僧寸步难行。佛祖有旨，我们还是不要太过干涉。不行，再等半月，若还没有动静，说不得还得我们下场，不能再在这儿浪费时间。摄政王政务繁忙，不见。八戒、悟净，你们可还好？为师对不住你们。那摄政王分明就没派人去核实身份，再这样下去，81难的时辰就全乱了套。佛祖怪罪下来，谁担得起？不行，不能再等了。咱们夜里托梦给摄政王，让他放人西行。行，对，就这么办。咱们一起上，梦里压他一压。不好，此人有道行，天仙修为不弱于我们。终于忍不住了。诸位神将，深夜擅闯本王梦境，意欲何为？你们怎么落得如此狼狈？大圣，宝象国出事了，圣僧被宝象国摄政王软禁，已是多日不得西行。猪八戒、沙和尚也被关在波月洞中越狱，至今未脱困。更可恨的是，那宝象国摄政王竟是天仙修士，他不仅阻拦取经，还以魔诛伤人。六丁、六甲、五方阶谍、护法伽拉多人被困，我等拼死才逃出。大圣，圣僧如今寸步难行，取经大业恐要毁于一旦，只求大圣看在昔日师徒情分上，救救圣僧啊！好一个宝象国，好一个摄政王！俺老孙被师傅赶走，本想着让他吃点苦头，好知道俺老孙的好，没想到他竟被困成这样。你们暂且回去休养，有俺老孙在，保那和尚无恙。谁敢拦着，便叫他灰飞烟灭。俺老孙来接你啦！悟空，既然孙悟空来了，那这次的模拟也差不多了。不过在此之前，让我看看我与你这位齐天大圣到底差多少。虽有天仙修为，再加神通法宝，也能有一战之力，却没想到差距犹如天堑。我当是什么摄政王，原来是个骷髅妖！好胆阻我师父西去，又以妖身占据一国，看来所图甚大。吃俺老孙一棒！
再接这一棒。原来这就是齐天大圣。不过下一次应该能过上2招了。本次模拟时长2个月23天，奖励结算道行5万年。阵法10绝阵之一烈焰阵，神通法天象地。我这是又回来了。大罗金仙果然不是我一个小小天仙能抗衡的。不过没关系，这次奖励足够丰富。系统，接受5万年道行奖励。极限竟然在这儿突破了极限！如今这实力，在这圣人不出、准圣不显的西游世界中，也算得上一方妖王了。哼，一会儿再收拾你。这里人族几乎灭绝，唯有妖族称霸，天庭势力难以渗透，演练新神通和阵法正合适。人类的气息，多少年没尝过血肉了。蝼蚁，极限。死！此法妙哉！有了此神通，这次模拟，我定可与孙悟空正面一战。让我好好看看这传说的10绝阵。若太乙金仙入此阵，怕也只能撑得一炷香时间。何人敢在本王闭关之处不死邪阵？
绝阵果然名不虚传。若我彻底熟练掌握，修为再至太乙境界，便是大罗金仙入阵，也难逃生死道行。小友莫怕，贫道无甚恶意，只是感到这里空间波动，特来查看。敢问小友从何处得来此阵？此人竟能在我毫无察觉的情况下出现在此处，若有恶意，只怕顷刻间我便身死道消。晚辈彦佐，偶得残阵，自行修复，不知前辈如何称呼？贫道罢了，我只是路过此地，见了你的阵法，想到了些往事，特来一观。如今看来，你果真是偶然所得的阵法。贫道告辞了。三界之中，谁人对失绝阵最熟悉？谁又曾在封神一役中与阵法纠缠最深？前辈且慢，若晚辈猜得不错，前辈可是申公豹？小友好眼力，没想到事隔100万载，竟还有人记得这个名字。封神圮上赫赫有名的截教弟子，那句道友请留步，不知坑了多少禅教仙人下榜。传闻封神一战后，他以肉身镇压北海眼，可眼前这人气息如渊似海，甚至比猴子还恐怖。准胜，绝对是准胜！晚辈彦佐，偶读古籍，对封神偶事略知一二。前辈大名如雷贯耳，不过是过眼云烟罢了。万载光阴，贫道早已看透红尘。小友的烈焰阵，让贫道以为是故人重现。故人，失绝阵乃我截教镇山之宝，烈焰阵正是10天军之一百里的阵法，无数年不见此阵重现。贫道心血来潮，以为是百里道友转世，或有故人后裔传承，没想到却是小友你自行修复。不过小友身上有一股极独特的气息，贫道当年应封神劫难，游走3界，常一种玄之又玄的感觉。而小友你，贫道的感觉与当年那些应劫之人相似，却又不同，仿佛你不在天道掌控之内。申公豹的洞察能力竟如此可怕！前辈过奖，晚辈不过一介散修，哪有什么特别？贫道本已不问红尘，可今日见小友烈焰阵，又觉你气息玄奇，不知小友可愿与贫道论道几日？晚辈求之不得。此乃昔年10刀军联名火令，可暂借烈焰阵10分为例，无需消耗自身法力。若小友需助力，北海眼有一旧物，可助你一臂之力。好了，你我缘分已尽，就此别过吧。申公豹虽未明言结盟，可这1年论道传法已是天大香火情。更重要的是，他早已脱出劫数，不中天庭，不从佛门，不受任何一方驱使。若下次模拟还能再遇他，甚至请他出山，凭他一句“道友请留步”，北距泸州不知多少妖王都可能被说动下山。再以准圣之为亲自布阵，困住孙悟空10年8年，又有何难？若他愿意动用当年人脉，从西昆仑、北海旧部、截教残存仙人中借来1、2助力，那取经之路，怕是要彻底乱套。甚至唐僧到老死那天，都未必见得到大雷音寺长什么样。不能急。申公豹能成为助理，也可能成为最大的变数。此人心思深不可测，还得从长计议。下次模拟，仍要小心结交。你是何人？臣服，
或者死。奴家臣服。放心吧，跟着我好处少不了你的。上次用世俗规矩拦人，效果不错，这次也可以沿用这套思路，只是不能再像之前那样只守着一处了。有了前几次的经验，这回可以直接让化身留在明面上把持朝政，稳住宝象国那边的局势。至于本体，正好可以趁机四处转转，去外面看看还有没有能拉拢的人。黑熊精、黄风怪这类有本事的妖王，若能拉到自己这边，后面的阻拦自然会顺畅得多。如今实力既然已经大进，完全可以提前布下阵法，到时候来个请君入瓮。以阵中的赤霄圣火和太阳真火，猴子想破阵，恐怕就没那么容易。宝象国旧事，你去重演。本尊放心。我要出去一趟。洞府就交给你了。何方神圣，敢闯本王的黄风岭？在下燕族，路过贵地，闻大王神风盖世，特来拜会。拜会，分明是来探底。既然来了，就别走了。这神风之所以克制猴子，主要是猴子的眼睛在八卦炉中被熏过，但对我来说，算不得什么。天象地，区一个金仙，竟与他以金仙巅峰的我战成平手，阁下何人？为何拦到黄风岭？在下燕族，久闻大王威名，特来结交。结交好啊！本王在这黄风岭少有敌手，今日与燕簪兄一战，着实痛快。快洞中有请。其实小弟今日前来，除了结交，还有一事相求。但说无妨。大王可愿与我联手，捉拿那西行取经的唐僧？你怎知此事？捉拿唐僧乃灵山密令，只有我们这些下凡妖怪做起护法才知晓，外人是绝无可能知情。道友果然神通广大，既知此事，便知我们这些坐骑护法宠物，表面风光，实则苦不堪言。我虽然不知道有为何有此底气，但还是要提醒你一句：这西行的水深不可测。莫说到黄油只是金仙境界，就算是大罗趟了这趟浑水，也是凶多吉少。我本受轮回推演束缚，注定卷入西行劫数，身不由己。多谢道友好意，但这唐僧，我非拿不可。罢了，道友既然一意孤行，我也不再多说什么。只是想让我助你一臂之力，是万万不行的。你也见到了。如今我性命都受制于人，安敢与你行那险事？这的确是强人所难了。对我而言，死亡不过是再次模拟的开始，但对他来说，死了就是真的死了。罢了，不说这个，今日只喝酒。大王，在下还有要事在身，今日便别过了。道友，下次再来，本王定备好仙酿。至于那取经之事，本王帮不上忙，道友多保重。大王放心，日后若有机缘，在下定助大王脱困。
多谢道友美意，走好。黑熊精也是太乙金仙修为，性情憨直，若能拉入阵营，也是一番帮助。好一位道友，气息如此磅礴，定非常人。来我黑风山所谓何事？在下彦祖，闻大王精通佛法，武艺超群，特来拜会结交。道友有心了，本王平生最喜结交佛门同道。快，洞中请。道友从何而来？看你气息精纯，定是佛门高人。一介散修罢了，偶读佛经，对大王久仰大名。道友过奖，本王虽是妖身，却最喜佛法。金刚经言，凡所有相，皆是虚妄。大王既知妖身是相，佛门亦是相，便不必执着皮囊来处。多亏了之前魔尼在寺庙中进修了一段时间。道友一语点醒梦中人，本王诵经多年，却未有彻悟。道友真是佛法精妙。这二者是苍狼经和蛇精所化。三妖只起谈经论道，开炉炼丹，不得不说，还真是妖界的一股清流。又来了位同道知己啊！有一事，想请大王助我一臂之力。燕兄，但说无妨。还请大王助我拿下西行的唐僧。贤弟，你我二人在这山中炼丹论道，好不快活，何必去惹那些事端呢？道不同，不相为谋。道友何必这么急着走？黄风怪有佛门禁制在身，生死不由己。黑熊精则一心向佛，视取经人为大德高僧，不愿染指，真是性格使然。这些妖怪的性情在西游世界成型已久，若时间现在早个几百年，或许还能提前结交，慢慢影响。如今唐僧已在长安摩拳擦掌，强行拉拢只会适得其反。大王，自打您从外面回来后，就一直心事重重的，是遇到什么事情了吗？你这妖精，最近我要闭关一段时间，洞府就交给你了。系统模拟本就是一次次试错，虽未能招揽成功，但也摸清了这几个妖王的性格。既然这次还是只有自己，那就得再加强烈焰阵的掌控才行。好在早早布下了阵法，隔绝一切，要不然灵儿可受不了这个热量。离取经团队到来还有3日，赤焰已能收放自如，如今全力催动，烈焰阵已能发挥90%威力，剩下的那1成却是水墨功夫，非千万年无法成功。不过以如今的实力，想要正面硬杠孙悟空完全够了。这一次的模拟，化身已经结交奎木狼，如今唐僧师徒既然就要来了，还是一切照旧。猴子被赶走了，猪八戒和沙僧依旧被抓到了波月洞中。至于唐僧，也还是如上次那般没用，经历一番搓磨后，被软禁了起来。等你们好久了。怎么可能？一个摄政王就有金仙修为？这次我倒是想看看，谁还会去给孙悟空通风报信。哎，沙师弟，你说师傅是不是把咱们忘了？二师兄休得胡言，师傅慈悲为怀，怎会忘记我们？如今咱们被关这儿，他孤身一人，怕是自身难保。再说那黄豹怪抓了咱们，不杀也不放，就这么晾着，老猪心中不舒坦啊。都2个月了，
天庭该察觉了吧？这么久的时间过去，咱们没人上天述职，那些大人们肯定在追查，咱们只管老老实实的待着就是。真是想不到，这柴世间还有这等危险。奇怪，取经护法神将每日必来汇报唐僧西行进度，今日怎么一个也未到？不好！陛下，取经护法神将2月未报，臣恐下界有变。2月未报，准你下界探查。若非大劫之时，老夫只需卜算一卦便知分了。现如今天机暗淡，也只能亲自来一趟耳。竟然是金仙巅峰，这到底怎么回事？取经人一行到底出了何事？回上仙，大圣在白虎岭被唐僧赶走之后，8戒沙僧就被抓到了波月洞中，就连唐僧也被宝象国摄政王软禁在宫中。取经本是佛教的事情，天庭虽有协助，却不好过度插手。只是这一关还天地大劫，若取经断在此处，后果不堪设想。我虽有能力出手，却非应劫者，如今只怕要去找那泼猴来救场了。你这老神仙怎么又来？还请禀报大圣，老儿求见。老拽，你来干甚？大圣，快随老臣去救你师父。师父怎么了？唐僧被软禁在宝象国，猪八戒、沙悟净也被囚禁在波月洞中，就连护法神将也都失踪不见。这一切皆是摄政王所为。此人金仙巅峰修为，手段狠辣。这老和尚当时不听好猴言，如今受些苦也好。大圣，现在可不是说这些的时候，要是再耽搁，谁知道会出什么意外？咱们还是快去救人吧。好，好，好，老关，你先回去吧。不过区区一金仙，俺去会会他。金仙巅峰，呵呵，不过是稍大点的蚂蚁罢了。当年俺老孙大闹天宫时，哪个天将不是金仙太子？还不是被俺一棒子打得满天飞？哼，正好让老和尚看看，没了俺老孙，他是寸步难行。师父，这老和尚倔脾气不改，吃苦了吧？小小摄政王，敢关俺师父，出来受死！来了。你就是那摄政王，快放了我师父，不然俺老孙一棒砸了你这鸟国！大圣何必动怒？圣僧入境无通关文件，又扰乱朝纲，本王不过是按律行事罢了。少废话，是俺老孙一棒！正好，我也想试试凭借自身实力能挡你几招。法天象地！咦，你竟也会法天象地，有点子力气，不过还差得远嘞。刚刚我用了80%法力才接下这一棒，如今手臂发麻，孙悟空真是恐怖如斯。
再来！再拖下去，必败无疑。哎呀，好贼子，敢用歪门邪道！有趣，有趣，有点手段，可想伤俺老孙还是差得远了。猴子肉身太强，这全力一掌竟没有破开他的防。伐天象地！哼哼，你也就会这招了，让你孙爷爷好好教教你吧。来来来，较量较量！不错不错，金仙境界能在俺老孙手下撑这么久，你是头一个。小子，你这法天象地使的，大圣还没结束呢。大圣既然来了，就别急着走。悟空，好，好，好，还有后手，去！来得好！模拟了那么多次，这次也该让你吃些苦头了。已经过了半年左右，不知还能不能再拖上一拖。来得好！这阵法怎的如此古怪？火焰不灭不休，直焚神魂，仿佛专为克制俺这铜头铁臂而生。这阵法路数，莫非是上古十绝阵之一？不对，此等上古杀阵早该绝迹于世，又怎会重现？俺老孙被困此阵，不知外界过了多久，师父还在那鸟王国不知生死。当初不该拖沓，早早结束战斗好了。毛头小儿，有种出来与俺斗上一场！躲在阵外算什么本事？他这是想拖延时间。莫非悟空胜了那妖人，却被国中法律纠缠？悟空性急，或许又砸了宫殿，被官兵围困。悟空，难不成连你也奈何不了这一难吗？取经之路怎会如此艰难？八戒、悟净
会是害了你们？沙师弟，你说猴子是不是打不过那妖王？二师兄莫要胡说，大师兄当年大闹天宫是何等威风！早知如此，当初白虎岭老朱就是死也得拦住了师傅。是啊，如今师傅孤苦，大师兄不知所踪，咱俩被关在这里，真经难求啊！俺老孙何时吃过这等亏？猴王出马，一个顶俩。那摄政王虽有手段，却不过金仙巅峰，怎敌得那猴头的神通？如今凡间已过数月，按行程应该到平顶山莲花洞了。那里有太上老君的2个道童在。猴王虽强，却最怕那些收人的宝贝。我不妨下界提醒一二，免得他们又吃大亏。咦？山中怎会如此安静？2位道童可在？老仙人咋来了嘞？哼，老道与尔等主人有救，特来探望。听说取经僧人该到此地，不知可曾来过？没来呀，俺哥俩在这等了半年了，连个和尚影都没瞅见嘞。是啊，师傅让俺俩下界来设难，说好1、2月就回去了。可这取经人咋还不来了？凡间这股子味儿可不中，哪有咱33重天外住着的劲儿？这取经人不会是撂挑子不干了吧？半年，就算在宝象国耽搁了几月，再怎么慢也该到这儿了才对。莫非唐僧师徒还未出宝象国？2位道童，老道还有要事，先走一步。这猴子竟也被困住了！此阵阵法源头竟直追上古十绝，那摄政王何来此阵？老夫大罗修为虽可强破此阵，却非应劫之人，强行干预，恐引天罚。不行，老夫得赶紧禀明大天尊。取经的事情，竟被一金仙阻拦半年。陛下，那摄政王非同寻常，阵法凶威，直追上古十绝。猴王被困，护法大将失踪，唐僧师徒寸步难行。哼，如来那边可有动静？佛门那边最看重取经一事，如今没有什么动静，想来是还未察觉吧。如此，那便不必理会。谨遵法旨。该死，该死！这玩意儿怎会难缠至此？难道就没有办法了吗？天无绝人之路，怎么把你给忘了？遇难拔之，叫天天应，叫地地灵。菩萨宝贝，今日可得显灵了！这阵法，竟连菩萨毫毛都挡！菩萨，你可知俺老孙被困死在这儿了？菩萨，你可知俺老孙被困死在这儿了？悟空，猴王神通何难不破？怎会求救？宝象国、区区凡国怎困得住悟空？我记得此地原定接难，乃是28宿奎木狼，论修人本事，都不是那猴儿的对手，怎么会弄得如此狼狈？菩萨有何吩咐？悟空传讯求救，位置在宝象国，你速去查看，若有难处，速速汇报于我。这是何等凶阵？
施主何来？圣僧，我乃观音菩萨座下木道，菩萨命我来探，到底发生了何事？你怎会被困在此处？原来是尊者当面，这事说来话长。圣僧莫急，我回禀菩萨，自有办法。禀菩萨，我已探明，悟空被困阵中，8戒收死被困波月洞，唐僧被摄政王软禁。古怪，这西行劫难，怎会生出如此变数？罢了，贫僧须得亲自走上一趟。连观音也来了，也不知这位万佛之师是否有能耐破了我这法阵。这次模拟已经拖延7个多月，就算观音这次破阵也无妨，已经赚足了。怎么会是此阵？本以为3界中再也见不到此阵凶光，幕后之人究竟是谁？难道是石天君？不可能，石天君已然身不由己，何况取经与他们毫无干系，犯不着得罪佛门。去吧。菩萨，你可算来了！俺老孙差点被那妖魔炼成灰。这泼猴平日里天不怕地不怕，如今竟被逼到用出救命毫毛。定！师父，师父，俺来救你了！悟空，菩萨慈悲，弟子被困在这里半年有余，险些误了取经大业。玄奘不必自责，此事乃天外变数，非你之过。你速去波月洞，将8戒、沙僧带出。若遇那妖魔，只需说一声魁梧郎还不归位，他定不敢阻拦。菩萨，那妖魔就藏在皇宫中，俺老孙这就去把他砸成肉酱。不愧是观音菩萨，名不虚传，区区3滴神水便破了我的法阵，佩服佩服！妖孽还敢放肆！莫急，贫僧还有话要问。你这炼焰阵从何处学来？十绝阵早该随封神一战而绝，如今却出现在你手中。你不过金仙修为，何来的胆子与佛门作对？莫非背后有人指使？你若回头皈依我佛，贫僧可为你在西方求一菩萨果位。之前种种，既往不咎。菩萨果位，那可是佛教的顶尖位置，眼前这妖魔何德何能？这小子走了狗屎运。菩萨果位，多谢菩萨佑爱，可惜不必了。这次的确是你们技高一筹，我认栽。但下次再见，我倒很期待你们还能不能这么轻松破阵。不妙！下一次再见，我倒很期待你们能不能这么轻松破阵。不妙！
爆了，连元神都不留，他到底图什么？我又回来了。本次模拟结束，模拟时长7个月09天，奖励结算，奖励129600年道行，奖励功法九转玄功前5转，奖励后天灵宝副神锁，是否立即领取？领取。太乙金仙巅峰吗？距离大罗也只差1步顿悟。这次直接将我的道心完善了，修为浑圆无缺。九转玄功，这是洪荒世界最顶尖的炼体神功之一，每一转都可让肉身发生脱胎换骨的蜕变。九转圆满，肉身可比肩圣人。仅仅九转玄功的前5转，便让肉身达到太乙金仙的层次。若是再催动法力，两者相加，已然不弱于大罗。收。妙啊！这副神锁最恐怖的地方在于，不仅只是捆绑肉身，更能直接封印神魂与法力。哪怕是大罗金仙一旦被缠上，若无克制之宝，也得短暂失去抵抗之力，妥妥的战斗神技。本次成就达成，救命毫毛额外奖励结算。坐标点拦截区域扩展，以白虎岭为中心，东至黄风岭，西至挺土山。时间锚点回溯200年。200年啊！大唐尚未建立，猴子还被压在五指山下，唐僧也还在轮回，一切都尚未开始。我可以提前占据地盘，收复手下，布置大阵。这次不再是之前的小打小闹。这是有人在渡劫。这方圆百里，想来只有白骨精盘踞此地，难道是他？挡不住了，我真的挡不住了！我修行至今，难道就要死在这道天劫之下？何等修为，何等肉身，这世间竟真有人能徒手撕碎天劫！
多谢大仙相救。虽也有妖气，却更多了几分清灵之气，没有后来的煞气，倒显得出尘冷艳。不必多礼，你叫什么名字？小妖，白灵。白狐岭此地灵气充沛，我欲在此长居，你可愿为我所用？